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俗话说得好，白菜不入白菜，过年的餐桌上怎么能少了它的身影呢？今天我就用白菜搭配上几个鸡蛋，和大家分享一道年夜饭上的硬菜，不炒不炖，拿它招待客人倍有面子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在挑选白菜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白菜叶子筋比较少，并且叶片更加的水润多汁，像这种的口感比较好吃。买回来的白菜先将根部切下来。再将白菜的叶片一片一片的分割开，这样的话就方便下一步的清洗。这个季节的白菜特别好吃，口感吃起来清脆，带一点香甜的味道，非常的香。将白菜全部单独分开之后，我们需要把它仔细的清洗干净。因为白菜长在深秋，白菜叶合拢的时候里边难免会有一些灰尘、小虫子或者是落叶什么的。清洗的时候准备半盆温水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。用盐水来洗白菜，这样的话可以洗得更加干净。将每片叶片都要单独清洗一下，尤其是白菜的叶片，因为上面的叶片比较嫩，并且有非常多的褶皱，这样的话里边特别容易藏污纳垢。洗净之后，我们吃起来才会更加的安心放心。将白菜叶子放在盐水中稍微浸泡一会儿。白菜浸泡好了，再用冷冻的水给它冲洗干净。这样的话，能把表面的盐分和脏东西都洗得非常的干净。白菜洗干净之后，放在篮子里控干表面的水分。这个时间准备1块猪肉，猪肉尽量选择7分瘦3分肥的，喜欢瘦一点的也可以选择梅花肉。把猪肉洗净之后切成小块。肉馅建议大家买肉自己做，因为外边卖的那种肉馅很多都是淋巴肉、脆肉或者是隔夜的肉，这样的话肉馅没有办法保证质量和安全问题，吃起来也不放心。将肉放到绞肉机里绞，大概绞10秒钟就可以了。然后将绞好的肉馅倒入碗中。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在里面加入1勺蚝油，少许的白胡椒粉，加入半勺鸡精。因为这里边的蚝油已经有咸味了，所以说盐的量可以稍微的少放一点。放入一点香油，全部放好之后，我们用筷子将调料和肉馅混合均匀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搅的时候最好朝着一个方向来搅拌，这样的话肉馅更容易上劲。很多朋友为了让肉馅嫩滑，都会往肉馅中加入一些鸡蛋。加入鸡蛋之后，肉馅就会变稀，并且加鸡蛋如果放不好，或者是比例不对的话，也很容易让肉馅更加的柴。像这样搅拌好之后，需要给它调一下颜色，在里面加入一些老抽上色，1勺生抽提鲜。用筷子再次搅拌均匀。这样搅完之后，肉馅的颜色就更加的红润，先放一旁腌上20分钟。白菜控干水分后放在案板上摞在一起，这样方便切。先给它切成细丝，尽量切细一点，这样口感会更加好吃。白菜是这个季节的时令蔬菜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元素以及微量元素，并且白菜里边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非常的多。白菜不仅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可以给人带来饱腹感。所以说，爱美的女孩子也可以经常食用一些。白菜切成丝之后，再将它横过来，切成小一点的白菜颗粒。切好之后，再稍微的用刀剁一剁就可以了，不用剁得太细碎，稍微有一点颗粒感，吃起来也会更加的好吃。白菜剁好之后，放入大碗中，在里面加入一些食用油。用筷子搅拌一下，这样的话可以在白菜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白菜在制作的时候就不容易出水，还可以保证里边的水位充足，味道鲜香。搅拌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准备1根胡萝卜，先切成小段。胡萝卜的维生素 B2 非常的多，多吃胡萝卜能补充维生素，尤其是小朋友们要多吃一点胡萝卜，对视力也非常的好。再改刀切成小碎丁，切好后和白菜放在一起，再次给它搅拌均匀。
白菜已经提前用食用油给它搅拌过了，这个时候的白菜就不容易出水了。搅拌好之后再将肉馅加进来，再次搅拌均匀，白菜鲜内和肉馅肉香混合在一起，这个味道就特别的香。平时包包子、包饺子、做馅饼都可以用。这款白菜属于那种水分比较多的菜，所以说我们在搅拌肉馅的时候也可以不用加葱姜水，也不要放鸡蛋，因为白菜里边的水分已经足够让这个肉馅变滋润。刚刚我们在调肉馅的时候放了很多的调料，但还有一个没有放，那就是小葱。葱一定要最后放，否则的话经过长期的腌制，葱就会出现一股烂葱味儿。我们可以选择大葱的葱白，或者是这种细一点的小香葱切成末，尽量切的小一点，然后放入馅料中。之所以这里选择小香葱，第一是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香，第二是因为小葱颜色翠绿，做出来的食物颜色更加的美观。小葱一定要记得最后再放，这样的话只有葱香味，没有烂葱味。猪肉馅已经调好了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防止风干变硬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另外一种食材就是鸡蛋，买过的鸡蛋上面会有一些鸡粪什么的，所以提前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。在洗的时候往里面加入一点食盐，这样的话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。用手仔细的把每一颗鸡蛋都给它搓洗一下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。用盐水将鸡蛋全部清洗干净之后将这个脏水倒掉，然后再用流水给它冲洗一遍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去烹饪了。今天的鸡蛋我们不煎不炸也不蒸，直接拿去用水煮一下。鸡蛋洗干净之后我们起锅烧水，冷水中加入1勺食盐，一点白醋，将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把水烧至温热，然后下入鸡蛋。如果用冷水煮鸡蛋的话，随着水温慢慢的升高，鸡蛋煮的时间就会过长，这样煮出来的鸡蛋特别容易老。如果用热水来煮鸡蛋的话，特别容易炸裂。所以说煮鸡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用温水，全程煮10分钟左右。将鸡蛋捞出来放入冷水中，这样热胀冷缩，鸡蛋壳也会更加的好剥。煮鸡蛋的时候我们加入了食盐和白醋，这样的话鸡蛋壳特别的好剥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求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取出刚刚调好的肉馅，取适量放在手上，给它团一团。这里记得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抹上一点食用油，这样的话可以防止肉馅粘连。放在手上左右的摔打一下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将它按成小饼的形状，将煮好的鸡蛋放在肉馅上面，将肉馅给它团一团，在鸡蛋的外面紧紧的给它包裹上一层就可以了。外面的肉馅如果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再给它补上一点。像这样左右手来回的给它颠倒一下，把这个丸子给它团的圆一些。用这个方法，然后把剩下的鸡蛋全部包入肉馅中。像这样就做好了。如果肉馅比较多，也可以团一些小丸子。全部做好之后放入盘子中。选择盘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稍微深一点的。做好之后将它放入蒸笼中，
因为丸子里边的鸡蛋都已经熟了，外面的这个肉馅其实也就是大概1厘米左右的距离，这样的话肉馅蒸的时间也不用特别长。盖上盖子，大火上气以后蒸25分钟，蒸好以后我们把丸子放在里面焖上几分钟，时间到了再打开盖子，这样丸子就蒸好了。之所以要选择一个深的盘子，就是因为这里边的汤汁我们也是要的。将汤汁倒在锅中，然后在汤汁里面加入一点生抽酱油，调一下颜色。开大火把这个汤汁煮开。汤汁煮开的时候往里面加入一些水淀粉，勾一个薄芡，使汤汁变得浓稠一些。汤汁煮好以后在上面淋入一点料油，用来勾芡，这样汤汁会更加的漂亮。再次煮开以后这个汤汁就会变成这样半透明的状态，特别的浓稠。把煮好的汤汁淋在我们已经蒸熟的丸子上，这道菜就已经大功告成了。喜欢颜色深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最开始的生抽、酱油换成老抽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汤汁的颜色就会更加的红亮。撒点香菜点缀一下，像这样就可以端上餐桌享用了。蒸好的丸子里边是浓浓的肉香，也夹杂着白菜的清香。用勺子看一下，里边满满的都是这种肉馅，非常的香。用蒸的方法来制作丸子，水分更加的足，而且也不会像炸的外面有一点焦焦的。蒸熟的丸子软糯鲜香，粉嫩可口，特别的下饭。过年过节的时候用来招待客人，记得这丸子要摆5个，预制着5福临门，好看好吃，还有个好芋头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